在现在呀这个特殊的时期呢，我们出门都是必须要戴上口罩的。但是呢，这对于戴眼镜的朋友，比如我，那就非常困扰了，因为呢眼镜总是起雾。那今天木子呢教大家一个简单的方法，让你戴一天眼镜也不会起雾哦。这个方法呢非常的简单，大家拿出家里的香皂，用清水浸泡一会儿，等到香皂泡软之后，将香皂呢涂抹在眼镜的镜片上，然后呢再用甘油涂抹。涂抹均匀之后，用清水洗干净镜片，再用眼镜布擦拭干净就可以了。这样呢，可以在镜片上形成一层保护膜，眼镜就不会再起雾了。方法是不是挺简单的呢？大家呢可以试一试哦，希望可以帮助到你。便秘是一种常见现象，不管男女老少都可能会出现。便秘对身体的危害还是很大的。那下面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，便前按一按，对改善便秘有很大帮助。这个方法就是按摩手上的通便穴、商阳穴，在我们食指末节桡侧，距离指甲角0.1寸的地方。商阳穴属手阳明大肠经，按摩时我们可以用拇指和食指握住食指的两侧，揉捏3到5分钟，每天早晚各按一次，力度适中。除了按揉外，还可以用刮痧板刮拭，效果也是一样的。按摩商阳穴可以旺盛大肠经的气血，调节消化道功能，具有润肠通便的功效。经常按一按，能很好的改善便秘的情况。长期便秘的人，平时还要注意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，避免久坐不动，适当的释放压力，给身体补充足够的水分，还有坚持运动，这些呢都能够帮助改善和预防便秘，对身体有很大好处。随着社会压力的加大，很多人的身体都处于一个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养生意识呢也越来越强了。养生的方法有很多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压我们手上的万能穴。这个万能穴就是合谷穴，合谷穴在我们的虎口处，属于手阳明大肠经。那找穴位时，可以将食指和大拇指并拢靠近，在虎口处会有一个肌肉隆起的地方，在肌肉的最高处就是合谷穴。按摩合谷时，可以用拇指指腹按揉，力度稍微重一些，感觉有酸麻胀痛为宜，每次按揉50次左右，左右2个穴位都要按到。经常按摩合谷穴有改善血液循环的作用，对调节血压有帮助。除此之外，合谷穴还有祛风解表、通络止痛、排毒的功效，对缓解头痛、腹痛以及便秘都有很好的作用。所以说，按摩合谷穴真的是好处多多，大家没事的时候呢就可以按一按，这样既不耽误时间，也能够起到养生的效果，帮你赶走小病小痛。如果你总是感觉眼睛干涩、口干口苦、嘴巴干裂，其实这可能是上火了，体内有炎症了。那么大家第一反应都是吃消炎药，其实在我们身上也有一个消炎开关，先是按一按，可以帮助消炎去火。这个开关就是液门穴，液门穴在我们手上无名指和小手指指缝间，顶着无名指的骨头。那按揉的时候会有疼痛感。液门穴是消炎的药库，按摩时可以用拇指按揉，每次按3到5分钟，左右交替按。那按摩液门穴就相当于打开了液体之门，有很好的清热去火、消炎解毒的作用。坚持按摩，眼干、口干、口苦等症状呢也会有所缓解。短的男人一般有3个陋习，想长寿尽早都改掉。第一个，烟酒成瘾。对于男性来说，抽烟喝酒是常事，大家都知道烟酒对身体的伤害。如果长期吸烟喝酒，势必会对肝脏和肾脏造成损伤，所以男性朋友最好能够戒烟戒酒，这样相对来说身体会更健康，更容易长寿。第二个，经常熬夜。很多男性朋友都喜欢熬夜，甚至有些人已经成为了一种习惯。那经常熬夜，睡眠不足，这样会使男性内分泌紊乱，抵抗力下降，给身体造成伤害。所以经常熬夜是不利于长寿的，建议大家改掉这个坏习惯。第3个，不倾诉宣泄。因为现在男性大多压力都比较大，而当遇到不开心的事情时，也很少找人倾诉宣泄，这样时间长了会对身心都造成伤害。所以男性朋友要学会释放压力，多与人交流，这样对长寿才有帮助。
上面的这3个坏习惯，男性朋友如果都有的话，希望你尽量改，这样长寿才会找上你。寿命短的男性睡觉前通常爱做3件事，若改掉1个都增寿。第一件事，睡觉前暴饮暴食。结束了一天的工作，很多男性到了晚上会通过吃东西来缓解压力。若是睡觉前养成暴饮暴食的习惯，很容易使身体肥胖，诱发各种疾病，对健康不利，这样也很难长寿。第二件事，睡觉前生气。男性朋友要注意，晚上睡觉前不要带气入睡，要不然会影响睡眠质量，导致内分泌失调，对健康产生影响，长寿也会远离你。第三件事，睡觉前吸烟。相信现在没有几个男人是不抽烟的，很多男性会通过吸烟来缓解压力，尤其是晚上睡觉前喜欢抽1根。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有害物质，会导致大脑神经兴奋，影响睡眠，对身体各个器官造成伤害，对寿命也有一定影响。现在的男性因为工作和家庭的压力，很多人身体都处于亚健康的状态，所以大家更应该要注意生活中的一些坏习惯。只有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，这样才会增寿哦。命短的人身上会有3处变黑，若你都没有，恭喜易长寿。第一处，肺部。经常吸烟的人，因为香烟中含有很多毒素，所以时间长了，肺部会慢慢变黑，出现很多肺部疾病，这对身体健康有很大影响，也不利于长寿。所以长期吸烟的朋友应该尽早戒烟，平时多吃清肺食物，对肺部健康有帮助。第二处，脸色。如果经过长时间的日晒，皮肤可能会变黑，但如果不是脸色变黑了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肝血亏虚引起的，最好到医院检查一下，不然对寿命也会产生影响。第3处，脖子。如果脖子后面变黑有褶皱，而且怎么洗也洗不干净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糖尿病引起的。平时要多注意控制血糖，少吃含糖分多的食物，多运动。若你要出现上面这3种情况，最好及时的调养。若没有，相对来说比较容易长寿。日常生活中做好饮食和作息规律，有一个好的心态，这样身体健康了，长寿自然也就离你很近了。寿命长的男人睡觉会有3个表现，若你符合，可能容易长寿。表现1，一觉到天亮。经过一天的劳累，晚上睡觉是身体的修复时间。如果你能一觉睡到天亮，中途不醒来，那么身体各项机能器官也能够得到恢复，有利于长寿。表现2，入睡快。很多人睡觉时辗转反侧，很难入睡，这可能是身体出现了问题。但如果你躺下后很快就睡着，就说明睡眠质量高，这样也有利于身体健康。表现3，睡醒后精神饱满。健康的睡眠状态应该是睡醒后精神饱满、神采奕奕的。但如果早上起来浑身没劲儿，还感觉昏昏沉沉的，那就可能是身体出现问题了。那上面这3个表现，如果你也有的话，那就恭喜啦，身体还很健康，或许容易长寿。命长的人身上这2个地方不易发黄，如果你也是，更易长寿。第一个地方，手指。手指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，那正常的手指应该是红润有光泽的，但如果发现手指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引起重视了，可能是长期营养不足，或者是长期吸烟导致的。如果出现这种异常，可能是健康出现了问题，大家最好及时调理，不然对寿命会造成影响。第二个地方，脸色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的脸色也应该是非常红润有光泽的。但如果脸色出现发黄的情况，就要小心，可能是因为气血不畅、脾胃虚弱引起的，还有一种可能是肝脏出现了问题。如果除了脸色发黄，眼睛或者全身都发黄，就要及时进行检查了。若没有这种情况出现，说明身体还算健康。所以上面这2个异常，大家要一起重视。想要长寿，我们还要养成良好的生活习惯和饮食习惯，平时少烟酒、少熬夜，注意饮食均衡，多运动，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这样长寿也会像你。瘦的人会有1小2大的特点，若你也符合，恭喜，身体还不错。腰围小。人到了中年以后，会有肚子变大、腰围变粗的情况，这样会给身体内脏增加负担，对健康不利。但如果中年以后你的腰围还很小，在合理的范围内，说明身体还不错，或许容易长寿。心胸大。
心态对寿命有很大影响。那俗话说，笑一笑是年少。若你每天都能保持一个乐观的心态，心胸开阔，遇事不斤斤计较，这样长寿也会比较喜欢你。肺活量大，随着年龄的增长，人的心肺功能会下降，肺活量也会降低，这是衰老的一种表现。但如果你肺活量还很大，说明心肺功能还很好，身体也比较健康，有利于长寿。得了，就报告到这儿吧。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给我留言，下期见，拜拜。